裡真的太酷了，水好藍哦，超級藍。馬蹄灣還蠻酷的。離開拉斯維加斯之後，我們來到洛杉磯，開始4天4夜的行程。這趟會帶一家打卡第一次來洛杉磯的必去景點。因為景點很多，這次我們會給出所有景點的推薦指數。第2次，好像是山火了。我們現在到了 Ontario 的機場，這裡就是租車的地方了。屏幕上有人說我的在 Go 的。我們在 Go 的那一排找一台自己喜歡的車就可以了。我們最後選了這一台雪佛蘭，因為它高一點，其他車都比較轎車，比較矮一點。車鑰匙都在裡面了，然後你選定之後呢，你就開出去就可以了。Hello。现在是暑假過後的週末啊，感覺好像 Palm Springs 也沒有太多人，路上還蠻輕鬆的。其實 Palm Springs 是人家說什麼，叫什麼候鳥，那些有錢人從那些很冷的地方來這邊過冬，這邊冬天還是暖暖的嘛，所以夏天就比較少人。夏天因為太熱。這個 Palm Springs 的 Indian Canyons 是屬於阿瓜卡印第安人部落的保護區，所以呢，這邊規劃得很完善。然後一個人是12塊錢。這裡有那種野生羊，好像大角羚羊吧。停好車了，我們到了今天的目的地 Indian Canyon。一個在峽谷裡面的綠洲。OK， 他直接跟你講說那個小溪沒有水了。我記得大概幾年前，我跟王先生春天的時候來，它下面的那個綠洲的水還蠻多的，還蠻漂亮的。殊不知真的是夏天是會乾燥、會枯竭的。現在說是90度，那我們下到下面就有陰影，會比較好一點。我真不知道原來小溪是會乾枯的，但是沒辦法，就是現在是9月嘛，都好不容易來洛杉磯了，我真的覺得應該要帶一家來這個地方。但這個季節真的很少人來。這邊有一區野餐區，超級安靜，就聽得到風聲和一些鳥聲，沒有人，還蠻舒服的，在這邊野餐。這邊的棕櫚樹是加州棕櫚樹。其實這邊有蠻多步道可以走，蠻熱的，所以今天我們就是稍微走一走就好了。然後希望可以遇到大角羊，第一次來的時候有看到一隻。2年前的春天我們來的時候，水流是這樣。這是4月份。可以坐在小溪旁邊泡泡腳、玩玩水，真的是說好的綠洲，沒想到真的就是乾枯了。找到活水，搭配白色石頭，蠻漂亮的。綠洲拜拜啦！我們下一站 Palm Springs 的 Downtown， 紫外線指數9，過量級。
繞着樹下走。這邊的那個太陽真的很烈。然後我們到 downtown 了，我們在 downtown Palm Springs。不好意思，我們在它的後面了。這個是棕榈泉必打卡的景點之一，所以每一棵樹的影子下都躲着一個人。這條步行街上面是個星光大道，這條 Palm Canyon Drive 是他們的主街，有很多餐廳和店面。我現在要離開這個很熱的 Palm Springs， 前往下一站，去吃點東西。這間 Sonic 最大的特色就是你不用下車，停在一個像停車位的，一人一格，就有一個可以點餐的地方。點了餐之後呢，就會有服務人員送餐過來。通常他們都會穿溜冰鞋啦，今天沒看到有人穿溜冰鞋。我們就是簡單點了2個熱狗，還有一個薯球，它有盒子裝，所以就很方便在車上吃。Sonic Drive-In 它就是一個非常少數還保留汽車餐廳這種 Drive-In 形式的大型連鎖餐廳，很有美式汽車文化的感覺。有沒有很美式的感覺？問你呢？是有。熱狗就是小小的。但是很便宜，3.99塊。Tater Tots 很喜歡這種炸薯球。我們現在在西岸最大的 Outlet，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這間 Outlet 就很多精品，之前 Gucci 永遠都在排隊。但說真的，在這裡可以淘到一些貨。這 Outlet 是一個戶外的 Outlet， 它蓋在沙漠中間。終於消費了3件 T 恤加1件牛仔褲，總共是91塊。我們的 Outlet 行程結束啦，那現在要回去跟家人吃晚餐。我們明天再繼續洛杉磯行程。早安，我們呢現在要往洛杉磯市區開。我們首先去加個油，我們到 Costco 加油。沒錯 ，Costco 每次加油都很多人。首先呢，你要先確定一下加油口在哪裡。我們可以看這個標誌，箭頭在左邊的話，你的加油口就在左邊。下去加油，走。一定要有 Costco 會員，1張信用卡，87號油，按完之後就可以加油了。反正 Costco 就是最便宜的油。然後大家如果是來租車的話，如果你是台灣的 Costco 會員，有時間不趕路，我真的覺得你有 Costco 卡不要浪費，你就在這邊加油，就稍微排一下隊。8.7加侖34塊。這個景點就是會一直繞居民區，還有一些山路。我們剛停好車，來看洛杉磯最著名的地標之一——好萊塢 sign。這個地方算是拍好萊塢 sign 著名的一個公園了。好萊塢 sign 打卡。我們繼續往上走的話，上面有一個平台，爬上來之後，這個地方可以平行的去看到好萊塢 sign。OK， 這一站結束了，我們下一站 Hollywood Boulevard。我們現在在好萊塢大道上。我們現在走在星光大道上。Welcome to Hollywood。為什麼那麼多人會來這裡？是因為有一些明星蓋手印和腳印。一進門是吳宇森導演。Twilight， 唐西安的偶像。今天要首映的是小李子主演的《One Battle After Another》。Ah, Chinese Kung Fu. Yes. Kung Fu. 我們到 Melrose，
下車的時候一定要把所有的物品帶下車，或者是藏好。Melrose 最著名的打卡景點粉紅牆啊，打卡粉紅牆。Melrose 上面有很多店可以逛，但是它比較散，尤其是夏天的话，我還是建議開一段，然後走一段，開一段，走一段，不然真的會有點太熱。在 Melrose 上面，我們還很喜歡逛這一條街 Melrose Place。周末的時候，上午時間 Melrose Place 是有 Farmers Market 的。是這個吧？我們找杯咖啡喝。這間咖啡店算是在 Melrose Place 蠻知名的咖啡品牌。我們點了一杯 Lavender Latte， 一杯是 Vanilla Latte。它 Lavender 攪拌完是這個顏色，但喝起來還蠻好喝的。這條是有名的 Sunset Boulevard 日落大道。Turn left, then you will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 平常是25，然後呢，3點過後變成15。停好車之後，我們需要到1樓坐他們的 shuttle。我們剛剛及時預約了一下，其實最好是要在網上先預約再過來。但是剛好今天還蠻鬆的，沒有那麼多人，所以網上一預約就有了。這個 Getty Center 不用門票了，但是還是要預約的，還會檢查這個預約的 confirmation number。這個地方還不錯哎，難怪停車場那麼多人，感覺這個 Getty Center 可以晃一整天。的鳶尾花是必看。OK。等一下我們就去看。哇，這裡真的超 chill 的，在這個陰影下面還蠻涼的，蠻舒服的。哇哦，這個花園好美啊！真的很適合來走走，也算是洛杉磯很著名的景點之一了。那這些花的顏色都有依照顏色種植。這花園真的超漂亮，還沒有進到室內，在外面花園就已經混了快半小時。發現很多 dress code， 因為 Getty Center 的建築是白色的，所以很多觀光客都穿白色的衣服，隨處的迴廊都好美哦，就是很出片。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跟其他人一樣 dress code 一下。這邊有好幾幅莫內的作品，這個筆觸太強了，其實遠看更厲害。半個鎮店之寶了吧？大家都要來拍照。除了展品以外，這整個建築物對我來說更驚豔。這邊有一個戶外可以看景的地方，可以眺望整個洛杉磯。它這個選址也選得太好了吧！這幅畫的陰影非常的漂亮，像列印出來的一樣，超高清。我覺得 Getty Center 就是不管看不看畫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欣賞的東西。這邊還有放大鏡可以拿哦。這是梵蒂岡的聖彼得教堂。大家都很好奇他在寫什麼。我們現在在 Santa Monica， 算是有點趕上夕陽。
來洛杉磯記得要帶個外套。白天雖然非常的熱，但是呢，傍晚的時候會蠻涼的，尤其是我們到海邊的話。Santa Monica 還是浪漫的。Santa Monica 還有一個必拍的景點，66號公路的終點路牌。這裡是約會聖地。這個海太好看了吧，配上這個夕陽。好浪漫哦，看起來。從 pier 上面看回去 Santa Monica 的夜景，好漂亮。Santa Monica 很適合夕陽之前到，看整個夕陽，然後再接着看夜景。Santa Monica 結束了，我們現在吃晚餐。我們今天在 K Town 吃晚餐。以我多年在 K Town 吃飯的經驗，牆壁上越多韓文，裡面客人越多韓國人就越正宗。尤其是我覺得裝潢就看起來很家庭式的，那吃起來就超好吃，就很道地的感覺。韓餐的小菜很好吃，都是他們自己醃製的。點了2碗牛骨湯，1盤炸煎餃。哇，這湯看起來很濃郁哦。它的肉燉得超爛，超好吃，入口即化。認真覺得洛杉磯的 K Town 有太多好吃的了，超軟嫩。蘸一點它這個醬。試一下它的煎餃，外面炸得很脆，然後呢，裡面肉蠻 juicy 的。吃光了，很好吃。大家來這邊開車應該會很不習慣，這邊真的很多大卡車，很建議超過5邁以上往裡面開一點。右側2道通常都會有蠻多大卡車的。大家早安，我們又來到好萊塢啦。今天有一個特殊的支線任務，就是 T 王先生過來他最喜歡的樂隊的 Pop-Up Store。哇哦！這一次的巡迴，就是沒有舊金山，人山人海，聽得出來很多從歐洲來的口音，可能來美國玩，順便看一下 Oasis 的演唱會。支線任務，小買一件衣服，来都來了，順便逛一下這間很有名的唱片行。現在街上大家都穿着 Oasis 的。我们现在到了 The Grove 這個地方呢，是一個露天的購物中心，當地人都很喜歡逛，品牌有很多，然後呢，街道非常的有特色，很有南加的風格。這種步行街走起來就很舒服，路上是沒有車子的。The Grove 旁邊就是這個 Farmers Market， 這一區裡面就有很多可以吃的，然後還有很多逛的。這個農夫市集1934年就有了。這邊不只有熟食，市場的新鮮水果都有。如果大家是住在這附近的 Airbnb， 也可以來這邊買菜。這邊的餐廳小販選擇非常的多，建議可以逛了一圈之後再來點。這邊還有很多不同的小店。這間巴西烤肉總是很多人吃這間巴西烤肉，這邊有各種沙拉可以選擇，
我還蠻喜歡這個巴西的 cheese 球，澱粉類的，還有一些燉肉，重頭戲。嗨，跟他講完之後呢，他就會當場切給你。Two is fine, thank you. 加一個這個瓦拿納，不知道發音準不準，但是很好喝。因為等一下我們還有其他東西要吃，所以呢就淺嘗一下。如果有來巴西烤肉，建議大家都喝喝看，很喜歡這個。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味道，反正它喝起來就是那個味道。這裡是來洛杉磯必打卡的景點 Rodeo Drive。雖然這邊只有3條短短的街區，但是就聚集了世界上最頂級的時尚品牌，也是很多電影的取景地。天氣很好，然後呢配上這個 palm trees， 看起來就很難加。這是我們這一次要打卡的地方 Aeron。全美最貴的超市，我們來看看全美最貴的超市都賣些什麼。這個飯糰5.99塊，這邊的 oat milk 是其他超市買得到的，是煮好的肉醬要18.5塊。哦，旁邊這個更誇張。但說真的，這些罐頭湯料很多，這個價錢在 Costco 可以買到一大片了吧？這生鮮的地方看起來好漂亮，彩彩的水果，每個蔬菜都弄得很乾淨。我們點了一杯現在很紅的 Hailey Bieber Skin Smoothie， 跟風一下，看$20的 Smoothie 到底怎麼樣？攪拌一下。草莓、香蕉、優格的感覺，下面糖漿超好喝，就很甜，可是它不是巨甜，它有香香的。它可以騙客家人1次，不能騙客家人第2次。我們現在在 LACMA 洛杉磯美術館。如果你來洛杉磯像我們一樣沒有花錢進到 LACMA 也沒有關係。LACMA 外面是有幾個必打卡的景點。這個像懸浮的巨石，這石頭很巨大哎，這樣子看好像看不太出來多巨大，就是要有參照物之後就看得出来它巨大。哦，這一側蠻好看的，配上夕陽。現在已經開始黃昏了，然後呢，LACMA最著名的地標就是這個 Urban Light。這裡有220根復古的街燈，這些燈的年代大多是1920到30年代的燈，是從南加州各個地方收集過來的。很多來洛杉磯的人都會來這邊打卡，這裡越晚越漂亮。越晚越浪漫，而且越晚越多人，很推薦。如果沒有進美術館的人，也要來拍拍這個 Urban Light。我們往下一個也是越晚越美麗的景點。OK， 這個景點首先得要買一個1小時10塊錢的 parking ticket。我們稍停遠一點，我很怕再往深一點開就沒有位置，而且呢，這邊是單行道。我們來到天文台，是一個看夜景的好地方。
即使禮拜一的天文台沒有開，但是看夜景的人也不少。漂亮哦，漂亮。今天人應該算少，所以我覺得算好拍。這間 In and Out 是沒有室內用餐的。Thank you. Thank you. 1 second for that. Have a great night. You too. Thank you so much. 我們點了2個2號餐，8塊多一個餐，是薯條、漢堡加上一個可樂，比 Shake Shack 划算太多了。特別喜歡它的麵包，就是它烤過之後，裡面那一層是這樣子焦焦的，吃起來脆脆，很香。有沒有？有覺得比 Shake Shack 好吃吗？你有覺得？你認真覺得？In and Out 的薯條是這種整顆馬鈴薯下去切，然後再拿去炸的，即使咬到後面還是很大很厚。現在加州的最低薪資是16塊半。In and Out 的一個套餐8塊多，對我來說，我覺得 In and Out 算是像台灣的滷肉飯、平民美食這樣的存在。現在是早上8點半，我們現在這個時候要跟人家擠着進城，現在是最塞的時候。如果大家租車可以的話，最好租高一點點的車，會比較有安全感。我們在3街的地方找到一個停車場，30分鐘5塊錢，最高收10塊錢，只是至少不用在路邊停車，感覺安全一點。我們的第一個景點會是 Grand Central Market， 先去吃早餐。今天要吃的早午餐是這一間叫做 X Lot， 在 Grand Central Market 裡面很有名。今天是上班時間9點40，也要排隊。現在美國很多餐廳都不收現金，所以呢，大家還是準備好信用卡。這家餐廳主要是以雞蛋做料理。我們的餐點好了，它蠻快的。我們點了 Slot 水波蛋加馬鈴薯泥配麵包吃，還點了一個 Farfax 麵包加炒雞蛋配 cheese， 還點了2杯冷萃咖啡，看起來非常的厚。哦，它的麵包是那種，就是下面煎的焦焦的那一種。很好吃。這個 Slot 也是他們必點的招牌，水波蛋配上馬鈴薯泥，放一些海鹽和青蔥。它就是沒有太多的調味，吃得出食物的原型，可以配它的麵包。如果早上不想吃那麼油膩的話，這個 Slot 會很適合你。這間 brunch 是從早上8點到下午2點而已，所以想要嘗試這間餐廳的話，記得要早點到。Grand Central Market 裡面其實還有很多餐廳，但很多餐廳是下午之後才開門。我們從 Grand Central Market 穿過來，意外的還蠻好拍的，上面很多招牌都還蠻有趣的，蠻漂亮的。我們從 Grand Central Market 穿過來之後呢，後面就是第2個景點 Angels Flight Railway。Grand Central Market 的區域算是 Downtown LA 的一片小淨土吧，治安還算不錯，走在路上沒有什麼太不舒服的感覺。我們剛剛還在考慮要不要坐這個小火車，但是呢，我們下一個景點 La Brea 就是往那個方向，所以呢，我們決定還是搭一下。看起來他每天都有不一樣的時間，他說9月8號2點就關門了。這個鐵路已經運營超過100年嘍，
其實他們曾經有停駛過好幾次，然後後期又翻修，所以重新開放了。它是木頭做的，然後是一個小樓梯。我坐在第一排，說是全世界最短的鐵路，還挺酷的哦。如果是坐上來的話，就是先坐了才付錢。這個 Le Broad 是免費的，但是你還是要在網上預約一下。我們昨天是大概蠻晚的時候決定要來，他們是最早是11點開門，我們有預約到11點的門票。這個電梯很漂亮，像穿入隧道一樣。這是一個當代美術館。這個美術館還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展，叫做 Infinity Mirrored Room。就是一個草間彌生的無限鏡屋，4個人一組，每一組1分鐘。我都來不及脫包，其實。有幾個很著名的必打卡展品，一個是這個很大的桌椅，我马上變小人國了。哦，所以 Spark 都是這種感覺的。這個展品就叫做 Under the Table， 桌子底下。那種一大幅的畫，你就會想要站在它前面，靜靜的看，然後想象一下。這也是好酷哦！除了那個 Under the Table 大桌椅以外，很多人都會來打卡的。一個藍色的巨大氣球狗。从這個建築物看出去還蠻帥的，有種天然的畫框的感覺。那我們看一下那個排隊是什麼？有點像萬花筒的感覺。這也是草間彌生的，他們有很多這種很巨大的畫。這邊還蠻多 Andy Warhol 的展品，還整棟建築都還蠻酷的。我們今天看的展全部都是免費的部分，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他們官網上有什麼特殊的展覽，然後再看要不要買門票。Le Broad 還是很值得來的，大家如果有時間來到 Downtown 的話，不要錯過這一個 Le Broad。這一區算是商業區吧，治安很好，很多行人，所以 Downtown LA 也不是全部都大家想象的這麼糟糕，還是有些地方是行人可以下去走的，就是查好路線，自由行是 OK 的，沒有什麼問題。剛剛去 Downtown 的時候是跟人家塞上班，現在是下午3點，跟人家塞下班。開車如果是遇到夕陽的時候，你沒有太陽眼睛，眼睛完全睜不開。像這種太陽高照的時候，地面反光非常嚴重。米台木街訪，你覺得洛杉磯治安怎樣？以你的印象，還有你聽過那麼多傳言，然後呢，你實際踏訪之後，你覺得怎麼樣？以一般觀光客會去的地方的治安來說，應該都算不錯。雖然路上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homeless 會經過，其實不會主動來跟你講話或攻擊你，只是一開始可能第一天來的時候有點怕怕的。這一趟來美國，你有什麼文化衝擊嗎？
比較不適應的是，因為我是 I 人，路人都會一直在想要跟你講話，就覺得我認識你嗎？為什麼要跟我講話？然後又很怕被騙，因為聽說就是可能路上有那什麼玩偶裝的，又會騙你錢什麼的，所以一開始來的時候就覺得他們是好人壞人不知道。所以其實美國人就很喜歡跟別人就是 small talk， 就隨便聊一聊，就是一開始來的时候會嚇一跳這樣。這次我們來洛杉磯自駕遊4天，去了一些第一次來 LA 必打卡的經典景點，也去了幾個我的私藏小景點，還分享了幾個小 tips。希望這支影片對準備來洛杉磯自由行的人有所幫助。